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今天聊了一个大招啊，叫信息 App。为什么管这个叫大招呢？其实，我知道更多的普通的 iPhone 用户，其实信息 App 可能我都见过，信息 App 已经藏在一个不知道多少页以后的多深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永远不捞出来了。这个使用场景可能只有在中国大陆长期生活的用户才会存在。我非常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大陆现在的手机短信90%，或者我夸张一点吧，99%都是垃圾信息。我曾经在工作的时候，在 Apple Store，我不是我接待，但是我看到了一个顾客，他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好像要设置他是要设置 Apple Watch 的蜂窝呀，还是什么，要打电话给运营商，然后呢，好像运营商那边的接线员就说，哎，你的这个申请的什么什么问题，反正是一个东西，我已经发这个短信。通知你了，或者是已经怎么样了啊？就是即使就短信已经告诉你了，好像就说不怪我们，但是我们这个顾客呢，就当场在我们店里冲着这个电话对面的接线员发飙了，他说：“我为什么会不看了？你发给我短信，我为什么会不看呢？因为你们都是垃圾短信啊！”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如果看我视频的观众，你们也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多年，那你也可以，你一定会默默的点头啊。确实，我看到过我接待的顾客里面几乎所有的顾客，他们的这个信息 App 里面全是就是不是电话号码，就是中国大陆电话号码是113几这种，或者这种1开头的嘛，全都不是的，就是什么一大串的这种，内容也都是这种垃圾，要么就是验证码啊，就是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真正就是人和人之间联系的这种信息。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用户是不怎么用信息的，但是其实离开了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环境以外，你会发现其实iPhone 当中的信息 App 的使用频率还真的是蛮高的，特别是在一些商务的场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第二个原因，因为在中国大陆微信的统治地位，有了微信这样的一个微信统治地位，它强大到什么程度啊？它会让一些年纪非常大的老人，当然我这一点我必须重申，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老年的顾客，最老的我有遇到过98岁的老年人，而且他的思路和他的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这种认知，其实是一点不落后的，反而我遇到过大概最小的我遇到过10几岁的年轻人。不知道，就比如说我说这边填你的邮箱啊，他不知道邮箱是什么，他可能以为是家里的寄信的那个地址，这两个极端我都遇到过。但是更多的群体可能是在50到70岁之间的这样的老年人，是不是文革一代啊？还真有点像啊，就是他是非常自我，而且鄙视科技产品，然后不想去用的啊。对这个当年刚刚兴起智能手机的时候，对这个是抵触的啊。我就要用这个带实体按键的，我就要买不带摄像头的啊，而且还理直气壮啊，特别有个性啊，这种是居多。所以我说这个是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中国微信强大到什么程度？微信强大到让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去购买一台能使用微信的智能手机。你可以想象看，它强大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你甚至连政府办事啊，比如说你要上个车牌啊，咱不说汽车啊，你就是电瓶车上个车牌，都要用到这个微信政府的小程序，啊，包括你什么查你的养老金呐、你的买房啊，甚至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年龄段的老年人，你去这个
看病啊，在医院挂号、付费、拿药，全都要用微信。那这就是什么？倒逼着所有的人，你不得不用微信。这我还没有提到，就是可能我的亲朋好友都用微信了，这个可能是更现实吧。我见过一些老年人，就是现在不用微信不行了，就跟我们说，我的朋友都在用微信，你再打电话，他说，哎，你怎么不给我微信了？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可见微信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其实这样你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就像当年买电视机一样的嘛。可能每一家的电视机的品牌、型号、大小、黑白、彩色都不一样，但是看的节目都是 CCTV， 啊，那现在也是一样的。可能你的手机的品牌、型号、大小、价格、参数都不一样，但是你用的都是微信，啊，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从内心里面不太想用微信的原因。坦白讲，我对微信这样的公司和软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喜欢，但是我不喜欢的是这样统一的环境，就是好像搞得你在中国大陆生活只能用这个，就没有代替品啊。这个是让我觉得会有点危机感的。你可以说我做的大，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代替品。当年微软的 Windows 那么风行啊，全球的装机量98%都是 Windows， 那我还可以选择 Mac， 那我有选择啊，只不过可能你做的不好，各方面软件少，各方面。但如果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呢，那我的工作机就是 Mac， 就是比 Windows 好，仅在我的领域，我也可以有第二个选择。但是现在微信搞的你就没有选择。你像支付宝现在也有小程序，也能够有这个聊天对话的功能，但你看有人用吗？特别是这种社交属性的，它最重要的是得有人用，光你自己用不行。就像我就是亲身体会，我特别喜欢用 iPhone 的信息 App， 但是我能力所及，也只是在我的家人里面，甚至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让他直接用这个信息来进行交流。当然了，我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的大部分朋友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也就是我在 Apple 的同事，那这个就好很多。但即便如此，我在 Apple 的同事当中，前同事啊，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即便在 Apple 的同事当中，也有一半你想找他，你还是要用微信，微信基本上秒回啊。但是如果你给他发信息，可能会回，但也可能不会。有一半的同事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是会用信息。不太会用微信的嘛，因为大家知道，信息是 iPhone 当中的信息 App 是 Apple 自己的产品，你是 Apple 的员工，那当然用自己家的这种通信软件来去聊工作了，但是你聊其他的，除了工作以外的，那我觉得还是用微信会多一点。在中国，这是信息的一个尴尬境地跟现状啊。这个我做中文节目，我不得不聊这个东西啊。一上来我不得不聊这个东西，让大家先对这个整个的，这叫什么？就是环境吧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然后咱们再往下聊，为什么我会喜欢信息？为什么我会推荐，甚至要求，甚至强制我的家人都用信息？因为我的家人都是 iPhone， 这是硬条件啊。你如果有一个人不是 iPhone， 那就没办法用了。当然也是比较亲近的家人了啊，就是远房亲戚那个不算，亲戚不算，只是家人啊，父母啊这种啊。那么信息的好处是什么？那接下来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 iPhone 里面的信息 App， 其实它是整合了2个即时通讯服务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一个绿色，一个蓝色。绿色的就是我们称之为运营商短信，也就是说普通的给你发个验证码啊，发个垃圾信息啊，那个都是运营商短信。那你可能会说，我看了一下我的信息，我的验证码不是绿色的呀。我的这个垃圾短信也不是绿色的呀。对，因为那个呢你是信息接收者，是别人发给你的。但是如果你胆敢回一个，你回的那个气泡就是绿色的了。
那如果通过蓝色跟绿色你不太好分辨，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回信息打字的那个区域，你不用去把光标点出来的啊，你只要看一下那个打字框所在的位置，它会写信息2个字。如果它写的是信息2个中文的汉字，那就证明你现在在这个对话当中你使用的是运营商短信。那一般来讲我们就说1毛钱一条，当然有现在很多套餐里面1个月包含多少条那是另一回事啊。而另外一种我们叫 iMessage， 你一听这个名字 iMessage I 开头 Apple 的东西iMessage， 那 iMessage 就是蓝色的。那如果同样你没有，因为蓝和绿只有你回的信息才会显示出颜色嘛，你不回没有颜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是看那个打字的那个框框，那个框框里面它会写 iMessage， 如果框框里写 iMessage 了，那就是 Apple 官方提供的即时通讯服务。那如果是不是家人是朋友，但是我也不太好，或者是同事我也不太好说先问一下，哎，你用的是 iPhone 吗？如果是 iPhone 我给你发 iMessage，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马上发信息的那个人他是不是 iPhone， 或者说他是 iPhone 他有没有打开 iMessage 这个功能呢？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在发信息的时候在通讯录里选择这个联系人，或者把那个收件人的电话号码打进去，他只要变蓝你哪怕还没给他发，他在那个打字那个区域里面写了 iMessage， 就证明他是 iPhone， 并且已经开通了 iMessage 的功能那么你给他发信息就是不要钱的，免费的。那只要你能上网，不管你是流量上网还是 WiFi 上网，只要你连上互联网那这个信息就是免费的，蓝色的就是免费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会更方便 iPhone 用户和 iPhone 用户之间的交流的。那接下来我来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用 iMessage 我讲这个信息 App 当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用 iMessage， 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去用那个运营商短信还没到那个程度嘛。那 iMessage 到底它的优势是什么？那我想从下面几个点去给大家去简单介绍第一个首选的优势就是加密。这个加密的功能，特别是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个是我们说句歇后语叫蝎子粑粑独一份了，你找不到别的了为什么？因为 iMessage 信息它在发送跟接收的过程当中，它使用的一个加密技术叫做端对端加密。你听这个名字叫端对端加密。我要先解释一下 iMessage，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向普通消费者iMessage 我懒了不打字了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这图标上面有个叫 Messages， 对吧？这个是 App 的名字。那 iMessage 呢，就是把这个 Message 的 S 去掉，前面加个小写字母 I，Message 就是信息的意思嘛。那 iMessage 就是iPhone， 那 phone 是电话，那 iPhone message 是信息，那 iMessage 就 Apple 的即时信息服务嘛。那好，说回到端对端加密 ，iMessage 采用的是全过程的端对端加密。你听这个名字，端对端，什么叫端对端？端是什么意思？就是终端。那对于 iPhone 来讲 ，iPhone 就是一个终端。那这个终端其实它的背后指代的就是我们的用户，就是你。用 iPhone 的这个人，所以端对端加密是我给你发信息，就是在我这个端和你那个端之间，我们两个端对端的加密。那这样的加密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在信息的传输过程当中是无法被破解的，这就是端对端的意义。只有我和你能够看到我们两个人的信息，没有任何的第三方能够看到，包括 Apple 公司也看不到。所以端对端加密其实现在在全球其他的几个大的用的比较多的即时通讯或者叫社交软件，反正但凡提供这种即时的通讯功能的服务里面，都越来越多的加入了端对端加密。但是 Apple 的 iMessage 是最早的，而且是使用范围应该是最广的。那抛开中国大陆以外，还有哪些的即时通讯软件是有端对端加密呢？比如说科技爱好者比较喜欢的 Instagram， 这个是可以
直接提供端对端加密的，还有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叫 WhatsApp， 这个是 Meta 的，或者就是 Facebook 那家公司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件，它也是提供端对端加密的，但是这些都是后来慢慢跟进的。那端对端加密这种东西，你一听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连服务提供者都没有办法看到两个人之间的聊天内容。那你觉得它在中国大陆地区会是怎么样呢？我知道的是，很多的公司想为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都会被叫停。我不保证啊，我只是就那么一阵风飘了一下听到了这种说法。所以其实得益于微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地位，几乎就没人用 iMessage。所以目前来讲 iMessage 在中国大陆还能用所以现在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到底还好没事，我的频道订阅者很少，看的人还不多如果中国大陆使用 iMessage 的人上升翻个2到3倍，我觉得你还能不能再继续用，就要打个问号了。你看现在很多 iCloud， 我以后会讲 iCloud 我已经埋了很多坑了给自己，因为 iCloud 这个坑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iCloud 太庞大了，我可能算了，以后再说。我们就说回这个端对端加密。现在 iCloud 里面的照片和所有的数据都提供端对端加密的保护，然后 iCloud 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就是私密浏览的功能，就是你用 Safari 去浏览网页的时候，你的 IP 地址会真实的 IP 地址会被伪装起来，去伪装成一个其他地方的 IP 地址来保护你的隐私，但这个功能在中国大陆就是不能用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不就相当于 VPN 吗？是吧？那不就翻墙了吗？当然它不会真的翻就是你可能从这个东北伪装到西藏就类似于这种翻墙，其实还不至于。但是这个技术，它是被一些东西害怕的、担忧的所以它不被允许。那所以 iMessage 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了目前还能用那你如果看了我的视频，你就在你的范围内偷偷的去用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的但是你要随时做好有一天不能用的准备如果真的是这个东西用的人越来越多，但应该不会，放心，应该不会。在中国微信一定会一直壮大下去的。好，第二个优势是这个环保因为大家知道 Apple 的iMessage 是 Apple 提供的服务，所有这种即时通讯服务它都要有一个服务器进行中转嘛，你没有办法真的是点对点一定要有个服务器中转才可以。真的点对点是什么？那个叫隔空投送 AirDrop， 那个叫点对点，对吧？不好意思刚才来了个电话，我们就真实一点这个也就不剪了，我点一下暂停继续就好了说到哪儿了环保是吧？那么Apple 所有的服务器都是用可再生能源的，也就是太阳能、这个风能和水能为它的这个数据中心供电。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使用 iMessage 包括 FaceTime 的过程当中，也是属于零排放就是碳排放是0，那这也是它的另外的一大优势。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优势就是它和 iPhone 的整合首先它的界面如果你审美在线的话，应该不会去吐槽 iMessage 的界面，你无非吐槽它太简单而已那 iMessage 有一些还蛮人性化或者会让你觉得哇哦一下的小的功能介于呢简体中文圈用的人肯定是不多应该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的我先说一些小功能，比如说语音
现在用语音的方式去发信息，也可能是微信的流行啊，就变得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不太会打字的，那发语音呢可能会更加友好一些。那首先 iMessage 可以在语音的下面自动帮你识别出文字，所以比如说你在开会或者不方便去听声音，收到了家人发来的一个语音信息，它是可以自动的帮你在下面转成文字的，不用你再长按点转换啊，自动就转出来了。那其次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好功能，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真的很棒。是什么用呢？比如说你手机里面来了一个信息，你一看是一条语音信息，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把它放在耳朵上，这个信息就会自动的播放。然后当播放完了以后，你把手机拿下来一下啊。如果你想用语音回它，你拿下来一下以后，大概5秒钟吧之内啊，你再放到耳朵旁边说话，想回什么现在说就可以了，说完拿下来结束了。这就是 iMessage 的语音信息收发的优雅方式，各位一定要试一下啊，可能会有一些 bug 那么你就信息 app 退一下，或者是手机重启一下，但是一定要，如果你特别是经常喜欢发语音的，因为我和我家人和朋友之间语音发的很少，还是以文字、图片和这个贴图为主那如果你是有语音的需求，这个功能一定要试一下啊，这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小功能。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发布会的话，有很多很贴心而且又优雅方便的小功能，比如说点回，比如说 Memoji 啊，就是画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小人哈。再比如说这个平安确认，再比如说跟安全相关的这个叫信息联系人验证啊，它可以验证对方你发的那个人是不是他自己。这个我们可以稍后找机会再讲啊。那等等这些好处吧我觉得都是让我没有办法割舍 iMessage 信息的。当然对于我来讲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 iMessage 信息可以同步我所有的 Apple 设备，而且它不依靠手机 SIM 卡，它其实本质上依靠的是你的 Apple ID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Apple ID， 你的 iMessage 可以畅行你所有的 Apple 设备，包括 Apple Watch， 包括 Mac， 所以我不用频繁的切换设备就可以收发信息，而且呢它没有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不存在什么漫游这回事儿，不管你到哪里，只要你连上互联网，你就可以去发，带有端对端加密的，可以有语音，可以有贴图，可以有点回，各种有趣功能的即时信息通信 App， 而且非常的干净简洁，审美也在线在这里推荐给各位。好，这就是这一期我们其实讲了不少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简单的讲了讲 iMessage，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订阅频道，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